京城上空惊现金色巨蛇的视频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可转天就全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官方公报说某特效公司宣传片泄露，还提了句整改。我这蛇妖仔在千山洞府的长椅上刷着手机，笑得直打滚。这帮网友也太有才了，居然说我是奥特曼变身的豆腐。这洞府被装修的别提多舒服了，恒温恒湿，全屋智能，妥妥的蛇生赢家配置。我对着空气喊了声小易，放缸水，撒上海玫瑰花瓣，这才是活了2000多年的蛇该过的日子。可这份惬意没持续多久，下午手机就震个不停，是微信消息。我随手点开，差点没翻白眼。陆璇那小子发来的，说我上个月订的货出问题了，那可是我从广西老字号订的限量版螺蛳粉。我的命根子！电话立刻拨了过去，我压着怒火，陆璇，你把我螺蛳粉怎么了？电话那头传来陆璇无奈的声音，前辈，不是我，是海关。你那批货包装上写着小心轻放，结果一打开臭气熏天，海关现在全在排查，怀疑是生化武器，您方便来趟妖管局吗？顺便有件事想请您帮忙。我冷笑一声，就知道螺蛳粉是引子，帮忙才是正题，不去，除非把螺蛳粉给我送过来。前辈，我这是威胁一条活了2000多年的蛇。陆璇的声音带着点无奈。沉默2秒后，他松了口，我给您准备了2500斤的红螺，还有一套300支的口红礼盒，我马上到。我挂了电话，妖管局大厅还是老样子，等我到了再开灯，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迎接。刚进妖管局，月容就凑了上来，眼睛亮晶晶的，茉莉前辈，您来了。上次您让我帮抢的仙门口红，我抢到了。他从抽屉里掏出精致的礼盒递过来，我满意点头，好孩子，回头教你2招修炼法门。月容激动的耳朵都冒出来了，那小模样可爱得很。陆璇这时也走了出来，看见我，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前辈，您总算来了。我往沙发上一坐，翘起2郎腿，说吧，又出什么事了？先说好，太累不干，太危险不干，太麻烦不干。陆璇嘴角抽了抽，那这次可能3者兼备。他调出一张全息影像，画面里是苏州的江南小巷，青石板路，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最近苏州发生了23宗失踪案，失踪者都是走进一条普通的小巷后凭空消失，监控没有任何异常，没有雾气，没有黑影，就这么突然不见了。我们派了3批人进去调查，全都失联了。陆璇的脸色凝重，我挑眉，包括那个戴眼镜的景恒，他不是挺能耐吗？包括他。陆璇继续说，技术部的研发结果也没查出什么，只发现那巷子深处总隐约有层薄雾，雾气里有光影灵动，像是无数萤火虫。我盯着画面里的巷子，眼神沉了下来。这巷子我熟，2000多年前我在这待过，还在这买过东西。陆璇小声问，前辈，您在这买过什么？我想了想，记忆有些模糊，只记得好像是一片蛇鳞。蛇鳞？陆璇愣住，您第一层皮不是被我拿走了吗？后来我又退了一次，那片鳞片是蜕黑皮时不小心蹭掉的，当时觉得留着没用，就随手埋在那了。陆璇的表情变得极其微妙，我瞥他一眼，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指着影像深处，您看。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薄雾深处哪里是什么萤火虫，那是极其精纯的灵气在流动。我瞬间明白，那片被我随手埋下的鳞片，2000多年来一直在吸收灵气，如今竟自成一个秘境。那些失踪的人都是误入了我鳞片造的秘境，为什么妖管局的人进去就失联？我问。陆璇点头，我们推测，秘境里的规则是依照您2000多年前的状态设定的。2000多年前的我刚蜕皮，处于虚弱期，看谁都觉得是威胁，所以任何进入秘境的人都会被视作威胁，遭到攻击。我沉默2秒，抬脚就往巷子里走。放心，我的鳞片还能伤得了我。踏入巷子的瞬间，周围的空间一阵扭曲，下一秒，我站在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天空是灰白色的，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只有一片混沌的光。脚下是黝黑的土地，远处的山水森林里，到处都是保持着各种姿势的人，有的抬着脚，有的张着嘴，有的伸着手，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我一眼就看到了几个穿着妖管局行动队制服的人，金丝眼镜在灰暗的光线下反光，是景恒他们。他们都活着，但神魂被困在了这片秘境里，只要不走出秘境，就会永远保持这个姿势，直到身体消亡。我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那片悬浮在半空中的鳞片。鳞片通体流光，表面有无数纹路流动，像是血管，而在鳞片旁立着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身影。不对，那不是我，那是一颗凝聚的虚影，能清晰看到蛇形轮廓，像是庞然大物睁开了双眼。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茉莉。我盯着他，你是什么？我是你眼里的影子。他说，2000多年前，你把这片鳞片埋在这里的时候，把一部分自己留下了，你的孤独，你的迷茫，你的恐惧。我沉默了。
2000多年前，始皇帝死了之后，我没了依靠，不知道该去哪，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同类。我把鳞片埋在这里，就是想埋下一个秘密，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秘密。你想做什么？我问。我不想做什么，影子说，我只是在等你有一天愿意面对我，面对你自己。他缓缓走向我，巨大的身影笼罩着我。你活了2000多年，却一直在逃避责任，逃避情感，逃避任何让你费心的东西。你把自己伪装成一条随性散漫的蛇，可你真的不在乎吗？你话很多。我冷声道，因为我是你的影子。他低下头，凑近我，你最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我们就这样对视着，谁都没有先动。许久，我叹了口气，行吧，你说的对，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我抬起头看着他，眼神坚定，我不是在逃避，我只是在等一个不得不认真的时候，比如现在。话音落下的瞬间，我伸出手，一把抓住那片悬浮的鳞片。影子的脸色大变，想要阻拦，却被我身上的气息震开。收回我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我的手微微颤抖，但力量却源源不断地从鳞片中涌出，回流到我体内。2000多年积攒的精纯到极致的本源之力，此刻尽数归位。我闭上眼睛，感受着那股熟悉又陌生的力量在经脉中奔涌。原来我一直都在变强，只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正视过。等我再睁开眼时，影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跪在地上的景恒。他浑身颤抖，脸色惨白，但眼睛是睁着的，眼神清醒。前辈，他的声音嘶哑。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刚想阴阳怪气2句，他却做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动作，对着我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我把秘境里的人都带了出来，那些失踪的普通人只是陷入了沉睡，没什么大碍，妖管局的人就比较惨了，神魂受损，需要休养一阵子。最惨的是景恒，他在秘境里被困了7天，离我的鳞片最近，被影子的力量侵蚀得最深，虽然活下来了，但修为跌了整整一个大境界，从金丹后期跌到了筑基初期。但他没有抱怨，从秘境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见了我恭恭敬敬，见了陆玄也老老实实，再也不阴阳怪气。月容偷偷跟我说，前辈，景恒是不是被吓破胆了？我笑了笑，不是吓破胆，是被打醒了。在秘境那天，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碾压，足以摧毁任何人的骄傲，更何况他看到了我的影子对我下跪的一幕。一个能让自己的影子俯首称臣的存在，岂是他们能招惹的？这事之后，我在妖管局的地位直接上升了一个台阶，陆玄对我的称呼从前辈变成了尊上。我让他改回来，他说不行，这是心悦诚服，您再逼我，我就喊您祖宗。私下里，我却一直在想影子说的话，你活了2000多年，却一直在逃避。真的吗？我承认，我确实不喜欢麻烦，不喜欢承担责任，但我真的在逃避吗？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2000多年太长了，长到我见过太多生离死别，长到我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变成史书上的签字。始皇帝死了，我的第一任主人没了，那些跟我打过架、喝过酒的老家伙们，飞升的飞升，作画的作画，最后就剩我一个，还在人间晃悠。不敢在意，是因为害怕失去，一旦在意了，失去的时候就会痛彻心扉。影子的出现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有些东西不是想抹掉就能抹掉的。从一口一个前辈叫我的小妖，到依赖我的妖管局，我早就被绑在这片土地上了。从我决定庇护始皇帝的那天起，从我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蜕皮的那天起，我就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那天晚上，我坐在洞府外面，看着山下的万家灯火，霓虹灯闪烁，车流如织，远处京城的轮廓在夜色中若隐若现。2000多年了，这片土地变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我忽然想起影子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问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你好好活着，别躲着这个世界。我掏出手机，给陆璇发了条微信，明天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3秒后回复来了，前辈，您是不是发烧了？我翻了个白眼，又发，明天有活就喊我，我自己去，不用接，偶尔也可以不那么散漫。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出现在城西，那是一片正在开发的工地，因为发现了古墓已经停工，周围拉着警戒线，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没人拦我，不是因为他们认识我，而是他们根本看不见我。陆璇已经到了，正和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看见我，眼睛一亮，快步上来，前辈，您来了。我点点头，情况怎么样？不太好。陆璇压低声音，这古墓的规格很高。我们打开墓门的时候，出了3条虚影，跑了2个，只留下一个，是条白蛇的虚影。他的表情凝重，那跑掉的2个，一看就不是善茬，倒霉白蛇。我挑眉，我进去看看。墓门已经被封了，我化作一缕青烟，从缝隙中钻了进去。墓道很长，两边是斑驳的壁画，我借着微光看去，画的是墓主人的生平、出行、围猎、宴饮、
都是标准的汉代贵族做派，可越往深处走，壁画的内容越奇怪。围猎的场景里出现了一条巨大的白蛇，侍卫不攻击白蛇，反而和猎人相安无事。远景里，白蛇还在主人身边，主人给它敬酒。出行的场景里，白蛇跟在车架后面，像是在护送。越看我越觉得眼熟，这画风，这白蛇的模样，不会吧？我加快脚步走进主墓室，棺椁已经被打开，里面没有尸体，只有一套保存完好的朝服，还有一堆陪葬品。我的目光瞬间被其中一件陪葬品吸引，那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玉佩，质地清润，上面刻着一条盘旋的蛇，蛇的眉骨处有一道和我一模一样的纹路。这块玉佩我见过，2000多年前，一个年轻的汉勇将军拿着它，问我能不能保佑他建功立业。玉佩上残留着一丝微弱的神魂，那道神魂缓缓凝聚，化作一个穿着汉代朝服的老人，对着我躬身行礼，声音带着恭敬：“娘娘，您终于来了。”我挑眉：“你认得我？”老人的虚影再次行大礼：“我乃韩信，叩谢娘娘恩德。”是韩信，那个被我偶然庇佑过的年轻将领，就是兵仙韩信。我有点懵，你怎么在这儿？臣死后，心中感念娘娘恩德，一直凝魂附着在玉佩之上，只求有朝一日能再见娘娘一面，亲口道谢。老人的虚影看着我，眼中满是感激。今日得偿所愿，臣死而无憾。说完，他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渐渐消散。你等等！我想喊住他，却只抓到一片虚无，只剩那块玉佩静静躺在棺椁里。我把它拿起来，握在手心。2000多年了，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在死后用这种方式等了我2000多年。我忽然觉得眼眶有点酸。妈的，这破墓，这破玉佩，弄得我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从墓里出来，陆玄立刻迎上来：“前辈，怎么样？”我把玉佩扔给他：“解决了，把这个收好，是我故人的东西。”陆玄借着妖力看了看玉佩，神色瞬间凝重：“这是韩信的玉佩？墓主是韩信？”我点点头：“对，就是我以前保佑过的那个小年轻。”陆玄手一抖，差点把玉佩摔了。韩信，兵仙韩信。我摆摆手：“回去睡觉。”走了几步，我又回头：“对了，以后再有这种跟历史人物有关的活，记得叫我。”陆玄愣住：“前辈，您不是说不想管闲事吗？”这不是闲事。我看着手里的玉佩，指尖传来温润的触感，是故人。日子又平静了几天，我照例在西山洞府里躺平，刷剧，练体，偶尔指导一下月容的修行，日子过得惬意无比。直到这天来了位不速之客，我正在吃外卖，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息由远及近，直奔我的洞府而来。那股气息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我2000多年没见过他了，熟悉是因为那是我同类的气息。我放下筷子，站起身，洞府的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很高，长发披肩，五官俊美，不似凡人，眉间有一道金色的纹路。他看着我，眼中满是复杂。茉莉，好久不见。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才认出来，失声道：“敖青，你怎么还活着？”南海龙族三太子敖青，2000多年前的老相识。当年我在南海游历，跟他打过几架，喝过几次酒，关系还算可以。我记得他早就该飞升了。敖青苦笑，说来话长，我没飞升，渡劫失败了，修为大跌，一直在南海蛰伏，前些天才来的京城。我上下打量他一番，说吧，找我什么事？别跟我叙旧，我忙着呢。敖青也不客套，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桌上的外卖。这是什么？人类发明的好东西，外卖。我把一个龙虾尾递到他面前，尝尝。他尝了一口，眼睛瞬间亮了，好吃。那当然。我嘚瑟地晃了晃脑袋，人类别的不行，做饭是一流的。我们边吃边聊，像2000多年前那样。可我知道他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寻救。果然，酒过三巡，他放下筷子，神色郑重：“茉莉，我来找你是有一事相求。”我嚼着虾肉，含糊不清，说：“南海出事了。”南海出事了？什么事？我停下了动作。海底深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裂缝里不断涌出黑色的雾气，沾染到的生灵都会发狂，然后暴毙。敖青的表情凝重，我用龙族秘法探查过，那裂缝的另一边是归墟。我的动作彻底停了。归墟，传说中万水归流之处，也是世间最污秽、最邪恶的种族的盘踞之地。如果归墟真的和这个世界连通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裂缝有多大？还在扩大。敖青看着我，整个南海的生灵都在恐慌，再不想办法，恐怕南海就没了，甚至会波及到陆地。我没说话，拿起手机给王建国发了条微信：“南海出事了，需要出差。”3秒后回复来了：“需要什么支持？一架专机，还有帮我盯着我的螺蛳粉，别再让海关扣了。”成交。我收起手机，看着敖青：“走吧，
去看看，把麻烦解决了。敖青愣住了，你愿意帮忙？废话。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那龟墟的玩意儿要真出来了，我这洞府也得玩完。再说了，老朋友开口，我能不帮？敖青看着我，忽然笑了。茉莉，你变了，变了。以前的你可不会管这些闲事。我想了想，也笑了，大概是被人类传染了吧。南海的风清冷而湿润，我和敖青站在一座小岛的礁石上，看着前方的海面，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漩涡，直径至少有500米，海水疯狂地旋转着，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漩涡中心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黑色的雾气正源源不断地从黑暗中涌出，向四周扩散。雾气所到之处，海面上的鱼虾翻着肚皮，海鸟从天上坠落，就连空气都变得粘稠，压力巨大。裂缝在漩涡下面，我用龙族秘法探查过，距离海面约3000米。敖青说，我点点头，闭上眼，释放神念。神念穿过漩涡，穿过海水，一直向3000米深处探去。终于，我看到了那条裂缝，像一道狰狞的伤疤，在海底蔓延，长约1000米，宽约100米。裂缝边缘是破碎的岩层和空间，而在裂缝深处有什么东西感应到了我的神念，缓缓睁开了双眼。出于某种本能，我感到了巨大的恐惧，一个古老而低沉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还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声。我的神念被瞬间弹了回来，我猛地睁开眼，脸色有些凝重。里面有个大家伙。敖青紧张地问，什么修为？不好说，但至少是妖王级别。我顿了顿，补充道，而且他身上有龟墟的气息，不好对付。敖青的脸色变了，那怎么办？我想了想，掏出手机给陆璇打电话，喂，陆局长，帮我查点东西，前辈您说，龟墟那边有没有什么传说中的大妖，眼睛浑浊，会说话，笑声很难听的那种。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敲键盘的声音，陆璇的声音带着紧张，查到了，前辈。根据古籍记载，符合这个特征的是混沌，传说中的4大凶兽之一。它无形无质，寄生于黑暗，以吞噬生命为食，眼睛是浑浊的白色混沌。混沌。我挂了电话，看着那个巨大的漩涡，陷入了沉思。敖青在旁边急得团团转，怎么办？混沌可是上古凶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我们去找援兵？援兵？我瞥他一眼，这年头还有谁有能力对付混沌？敖青哑口无言。我深吸一口气，活动了一下筋骨，行了，你在这等着，我下去看看。什么？敖青一把抓住我，你疯了？那是混沌，我知道。我挣开他的手，但他现在还在裂缝里，没完全出来，趁他还没适应这边的环境，是最好对付的时候。可是，没有可是。我看着他，眼神认真。2000多年前，你救过我一次，这次算我还你的命。敖青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我还记得那件事。2000多年前，我在南海游弋，被一条成了精的巨章鱼偷袭，受了重伤，是敖青及时出现，救了我一命。这件事我一直记着。敖青的眼眶有些红，你这个傻子。我笑了笑，转身纵身跳进了漩涡。海水冰冷刺骨，压力巨大，我化作巨大的蛇躯，在黑暗中穿行，向着裂缝深处游去。越往下，海水越黑，压力越大，四周安静的可怕，只有我自己的心跳声。终于，我看到了那双眼睛，浑浊的白色，像2颗死去的星辰，悬浮在黑暗中。来了！混沌的声音在四周回荡，像是无数个声音叠加在一起。好久没人敢来招惹我了。我停在他面前，打量着这个传说中的凶兽。它没有固定的形体，只是一团不断蠕动变幻的黑暗，那些黑暗像是活着的，不停地伸出触手，又缩回去。你就是混沌。我开口。他发出低沉的笑声，小蛇，你不该来的。为什么？因为来了就回不去了。话音落下的瞬间，无数条黑色的触手从黑暗中伸出，向我扑来。我没有躲，蛇尾猛地一甩，将那些触手尽数斩断。混沌发出一声痛呼，但随即又笑了起来，有点意思，好久没遇到能伤到我的家伙了。更多的触手涌来，密密麻麻，几乎织成一张天罗地网。我一边闪避，一边寻找它的核心。混沌无形无质，但一定有某个地方是它的力量源泉，只要找到那个源泉，就能击败它。可触手越来越多，我的蛇躯还是被缠住了。那些触手的力量大得惊人，勒得我喘不过气。它们开始吸取我的灵力，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一点点流失。放心吧，小蛇。混沌的声音充满了恶意，你的力量会成为我的一部分，你的神魂会成为我的养料，你会永远属于我。我的意识开始模糊，恍惚中，我看到了许多画面。2000多年前，始皇帝站在我面前，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守护神，护佑大秦江山。
1000多年前，韩信拿着玉佩，满眼希冀地求我保佑他建功立业，名留青史。几个月前，陆玄跪在我面前，请我出手拯救那些误入秘境的人，还有那些人类，那些叫我前辈的小妖们，那些在海岸线上拼命抵抗黑雾的南海战士。妈的，我怎么能死在这儿？我猛地睁开眼，眉心的蛇纹爆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声音在黑暗中炸响，想吞噬我，你还不够格。我消耗掉自身所有的本源之力，全数爆发，巨大的蛇躯猛地膨胀，将那些触手震断。我张开嘴，对着黑暗的深处付出了我所有的力量，不是攻击，是献祭。我用自己2000多年的修为，点燃了一场燃烧一切的大火。火焰是金色的，带着我的气息，我的记忆，我的执念，烧向混沌。混沌发出凄厉的惨叫，他的身躯在金色火焰中燃烧消散。不可能，你怎么敢？不敢。我看着他在火焰中挣扎，一字一句地说，因为这里有我想保护的东西。归墟的气息在消散，我的力量也在消散，身体越来越轻，意识越来越模糊。最后一眼，我看到的是金色的阳光从海面上洒下来，好暖。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醒来的时候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四周是白色的墙壁，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药香。我想动一下，浑身疼得龇牙咧嘴。前辈，您醒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月容那张兔子脸凑了过来，眼睛红红的。您终于醒了，您昏迷了整整3个月。3个月？我愣了愣，试图调动灵力，却发现体内空空如也，一丝灵力都没有，我的修为没了。另一个声音响起，陆玄从门外走进来，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里是如释重负的光。你用全部修为换来了混沌的彻底消亡，现在海底的裂缝已经封闭，归墟的气息也消失了，南海安全了，你是我们所有人的英雄。他在床边坐下，您是华夏的英雄。英雄？我扯了扯嘴角，只关心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我的修为还能不能恢复。陆玄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涅槃。他说，您修炼了2000多年，应该知道修炼到极致是可以涅槃重生的，只要您的本源还在，就可以重新修炼，而且涅槃之后，您的修为会比以前更强，境界也会更稳固。我沉默了。涅槃说得容易，那意味着我要重新变回一条小蛇，从头开始修炼，2000多年的积累一朝归零。前辈，您愿意吗？月容小心翼翼地问，眼里满是担忧。我看着他，又看了看陆玄，忽然笑了，有什么不愿意的？我挣扎着坐起来，伸了个懒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来2000多年呗。陆玄愣了一下，然后眼眶红了，前辈，别矫情。我摆摆手，赶紧的，给我找个灵气超足的地方，我要闭关。3个月后，长白山天池，我盘膝坐在天池边的巨石上，吸收天地灵气。经过3个月的努力，我已经恢复了些许修为，距离巅峰还有很远，但至少能化形，能打架了。陆玄和月容站在不远处，紧张地看着我。忽然，我睁开眼，眉心那道蛇纹比之前更加清晰，隐隐有金色的光芒流动。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差不多了，回去吧。陆玄小心翼翼地问，前辈，您现在的修为，打架的话，金丹期的应该没问题。月容的眼睛亮了，前辈好厉害。我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下山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天池，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就像2000多年前我第一眼看到这片土地时那样。茉莉，敖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回头看到他站在不远处，手里拎着一坛酒，请你喝酒，谢你救了南海。他走过来，把酒坛递给我。好。我们坐在山崖上，看着远处的云海，把酒言欢。后悔吗？敖青问，用2000多年的修为换一个未知的未来。我想了想，摇了摇头，不后悔。为什么？我喝了一口酒，看着云海深处，目光悠远，因为不是为了我自己。敖青沉默了一会，然后举起酒坛，敬这片土地，敬这片土地。酒入喉，醇香四溢。2年后，我又回到了西山洞府，一切都没变，又好像一切都变了。我的修为还没恢复到巅峰，但我的境界还在。那些经历过的岁月，那些遇到的人，那些打过架喝过酒的朋友，都成了我的一部分，刻进了骨血里。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但也不无聊。景恒隔3差5就会来一趟，有时候送些天材地宝，说是给我补修为，有时候送他研发的新产品让我试用。有一次他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妖力探测2代，戴上之后能看见方圆百里的妖力波动。我戴上试了试，眼前的世界瞬间变得五彩斑斓，各种颜色的妖力在空中流动，好看是好看，但看久了头晕。这玩意不行，我摘了下来。还有一次，
他送来一个盒子，打开之后能自动吸收周围的阴气，说是能帮我修炼。我打开试了试，确实有点用，但芯子太小，3分钟就满了，然后开始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吵得我脑壳疼。这玩意儿也不行，我关掉它，吸力太小，警报太吵，跟个会尖叫的吸尘器似的。景恒的脸都黑了，拿着盒子默默离开。月容偷偷跟我说，前辈，景恒大人每次从你这回去都要自闭好几天，还要啃好几颗凝神丹。我笑得很开心，那是为他好，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但说实话，我能感觉到景恒是真的在认真做事，他研发的那些东西虽然在我眼里都是玩具，但对于普通的小妖和妖管局的队员来说，确实能帮上大忙。有一次我听陆璇说，景恒研发的打墙符升级版已经装备了10个行动队，还有一次他用自己设计的法器单枪匹马解决了一个盘踞在深山的精怪。这天傍晚，景恒又来了，他没有带任何新发明，只是拎着2瓶酒。前辈有空吗？想请您喝一杯。我看了他一眼，点点头，行。我们坐在洞府外面的石阶上，看着山下的万家灯火，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远处京城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晚风轻轻吹过，带着草木的清香。景恒给我倒了一杯酒，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自家酿的米酒，不比那些名贵的酒，但喝着实在。我端起酒杯尝了一口，确实普通，但有一股朴实的甜，入喉温润。说吧，什么事？我看着他这副样子明显是有话想说。景恒沉默了一会，看着远处的灯火，忽然开口，前辈，我想跟您说件事。说，那天在秘境里，我跪在您面前，那是我这辈子最难看的时刻，也是最丢人的时刻。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丝毫避讳，我没说话。等他继续说，可奇怪的是，那也是最让我清醒的时刻。他笑了笑，那笑容没有苦涩，只有释然。我以前一直觉得跪着是最丢人的事，可现在我才明白，有些人的跪是为了以后能站着，有些人跪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跪。他喝了口酒，继续说，从那之后，我就告诉自己，再不跪了，除非是心悦诚服。我看着他，忽然发现，这个曾经骄傲刻薄的眼镜男，此刻的眼神里有一种珍贵的东西，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接受自己的软弱，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前辈，他忽然转头问我，眼神认真，您觉得我现在站直了吗？我想了想，也认真地看着他。你觉得呢？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他站在石阶上，背对着漫天晚霞，身形笔直，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棵历经风雨终于扎根的树。我觉得站直了。他说，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不是因为修为恢复了，不是因为研发了什么厉害的法器，是因为我敢面对自己了，是因为我终于敢承认。那天我服了。风从山间吹过，拂起他的衣角，也拂起我的发丝。我看着他，忽然笑了。行，那就算站直了。景恒也笑了，那笑容和我第一次见他时的皮笑肉不笑完全不同，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他举起酒杯，敬自己。敬什么？我挑眉。敬那个跪过却还能站起来的自己。酒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在暮色中回荡。我们就这么坐着，喝着普通的米酒，看着夜幕慢慢降临，看着山下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星星落在了人间。后来酒喝完了，景恒起身告辞，走了几步，他忽然回头，前辈，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尽管说。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摆摆手，行了，别煽情了，回去吧。他笑了笑，转身走进夜色里，步伐稳健，脊背挺直，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倨傲和浮躁。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他在秘境里跪在我面前的样子，满脸是泪，狼狈不堪，声音嘶哑地喊着，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再看看现在的他，早已脱胎换骨。我喝了口杯中的残酒，喃喃自语，这一跪值了，这一跪真的值了。接下来的日子依然平静。陆璇每天派人送来各种天材地宝，说是支援我重修。月容隔三差五就来，说是请教修炼，其实是来蹭饭，顺便跟我唠嗑。王建国派人送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国之守护神4个大字，我让人挂在洞府门口当门牌用，挺气派。至于敖青，他隔段时间就会从南海来京城找我喝酒，顺便吐槽南海龙族那些家长里短的破事。日子过得不亦乐乎。这天晚上，我正在洞府里刷剧，吃着零食，忽然收到一条微信，是陆璇发的。前辈，有个事想请您帮忙。我翻了个白眼，回复没空。3秒后，消息又来了，城东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据说特别好吃，牛油锅底，无限续毛肚，您要不要来尝尝，顺便指导一下工作？我笑了，手指飞快敲击屏幕，地址发来，马上到。放下手机，我站起身，
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霓虹闪烁，车水马龙。2000多年了，我还在这里，这片土地还在这里，那些我想保护的人，想守护的东西，都在这里。够了。深夜，腰管局档案室，月容正在整理文件，忽然发现一个落满灰尘的旧箱子，被放在角落，无人问津。他好奇地打开，里面是一堆泛黄的竹简，最上面的一片竹简上写着几个古朴的篆字：始皇历37年，赤蛇县黑灵初，茉莉为护国灵君，世代镇守华夏龙脉。落款处盖着传国玉玺的印记。月容的手抖了抖，竹简差点掉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把竹简放回箱子，然后掏出手机，给陆璇发微信：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3秒后，陆璇的回复来了：什么秘密？茉莉前辈，他是有编制的，是秦始皇封的护国灵君。陆璇的消息秒回：你的前辈自己知道吗？月容愣了愣，看着箱子里那些还没来得及整理的竹简，想了想，回复：应该知道吧，毕竟都2000多年了。2000多年了，那条活了2000多年的黑灵蛇，从始皇帝时期开始就一直守护着这片土地，而他还会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很久很久，就像竹简上写的那样，世代镇守，从未离开。